大家好，我是上帝经典肥猫头的。今天我们来说伊姆大人的原型啊，其实可能意外的有名。我们看伊姆外形上是黑布套头，顶上戴着高高的王冠，面部和身体除了眼睛完全不可见。能力是幻化成类似蜥的形状，一口吞掉了萨博的火焰。登场不久，最大的手笔就是用 Mother Flame 的能量光束炸了露露西亚王国。在埃尔巴夫上身君子之后，则是化身恶魔形象，用一本书召唤了手枪、匕首等武器。遇到重大事项，吴老星向他通传消息，而他对吴老星提的最难以所解的一个具体要求是索要阿拉巴斯坦的比比公主。不知道和阿拉巴斯坦的莉莉女王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信息看似杂乱无章、无迹可寻，但是把这些目前出现的设定堆在一起，竟然莫名的暗合一个著名的流传数千年的文化符号传说。先说结论，我觉得伊姆的形象原型很可能是借鉴了古埃及亡灵书里最奇怪的一个守护神啊，梅杰德。我们看形象就很相似是吧？除了王冠之外，基本就是换了个皮肤。这个梅杰德出自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特别是格林菲尔德沙头纸卷。格林菲尔德沙头纸卷是现存最长的沙头纸卷之一，原始长度约为37米，现在已经被切割成96片进行保存。制作于古埃及第21王朝末期至第22王朝初期，约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930年，是一份非常重要且保存完好的古埃及文献，以英国收藏家赫伯特·邦斯·格林菲尔德及其妻子伊斯蒂·玛丽·格林菲尔德的名字命名。玛丽于1910年将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这份沙头纸原本的主人是奈西塔·尼贝塔什鲁，她是迪比斯阿蒙神大祭司皮内杰姆二世的女儿，也是阿蒙神神殿的女祭司。格林菲尔德沙头纸卷包含了一份死者之书的完整抄本，这是一系列咒语、赞美诗和祈祷文，旨在帮助逝者的灵魂安全穿越冥界，并且获得来世重生。艺术和宗教价值极高，它不仅是死者之书中内容最丰富、插图最精美的版本之一，还包含许多关于创世神话、天空女神努特和大地神盖布分离等场景的大型精美插画。它是我们今天了解死者之书和埃及宗教信仰的关键资料之一，也是梅杰德神图像的最可靠的来源之一。梅杰德的技术主要出自死者之书的第17章。插图中，梅杰德被描绘成一个被白色布状物覆盖、只露出2只眼睛和1双脚的独特形象，非常的蠢萌可爱。第17章本身是一个冗长且复杂的文本，旨在解释许多神话起源和神奇身份，以帮助死者理解来世的复杂性，而梅杰德的描述只是其中插入的一小部分，通常以注脚或解说的形式出现。整段咒文翻译成中文是：我们知道他们中那位打击者名为梅杰德，他从属于欧西里斯之家，他用眼睛射击，然而他自身却隐形不可见，天空被他口中喷发的火焰热浪所环绕，尼罗河神哈比向他通传信息，然而他自身却依然隐形不可见。我们可以看出，这短短的一段咒文或者说描述，外加上梅杰德的形象，已经几乎涵盖了伊姆的所有设定。首先，外形上的相似自不必说，梅杰德靠河神哈比传递信息，伊姆靠吴老星和神之骑士团传递消息。梅杰德的名字意为打击者或压迫者，用眼睛射出能量攻击。伊姆这个奴隶主就是海贼王世界中最大的压迫者，最明显的打击行为就是用能量光束击沉了露露西亚王国，虽然不一定是从眼睛里射出的啊。梅杰德口中能喷发火焰，伊姆则是一口吞了萨博的火焰。梅杰德最大特征是所谓的不可见，这个伊姆的真容至少到今天我们读者依然不可见。梅杰德出自古埃及的亡灵之书，而阿拉巴斯坦的美术原型正是古埃及和印度的混搭。伊姆从魔法书中幻化出了手枪和匕首，这本魔法书会不会是暗指亡灵之书呢？最后，这个梅杰德在日本其实非常有名，甚至比在埃及还有名。2012年，日本举办了大英博物馆古埃及展，主要在东京森美术馆和福冈美术馆等日本主要城市巡回展出，其中核心展品之一正是格林菲尔德沙头纸卷。当这份沙头纸卷在日本展出时，日本观众看到了梅杰德极度反差、自带蠢萌的原始形象后不能自拔。幽灵般的外形非常简单且易于模仿和绘制，很快成了网络迷因。网民热衷于将他的恐怖设定与可爱的外表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量搞笑的可爱的插画和四格漫画，人们称他为幽灵神、棉花糖神或者梅杰德萨玛。2014年之后，智龙迷城、FGO 等游戏也采用了梅杰德当做游戏形象，将这个古埃及神推向主流媒体。
2020年开播的《突然降临的埃及神》，这部以梅杰德和其他埃及神奇为主角的系列作品，将梅杰德塑造成一个呆萌、安静、会发射光束的吉祥物角色，彻底巩固了他的蒙神地位，并衍生了大量周边产品。伊姆登场的《海贼王》906话《圣地玛丽乔亚》连载于2018年2月17号。考虑到尾田创作时一般不考虑1年以后的情节，伊姆的具体形象被敲定不会早于2017年年中。这段时间正是梅杰德形象从小众到主流，在逐渐向巅峰迈进的时间点。关于从主流热点中汲取灵感的尾田老师，会不会就是从这位梅杰德萨玛身上创造衍生出了这位海贼王中的天龙人大 boss 伊姆萨玛呢？他想要的 BB 公主又是否和古埃及死者之书中的复活仪式有关呢？我们等他继续填坑。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